Hello， 大家好，这里是3万。今天呢，我们讲气功。气功呢，其实起源于2、3千年前的中国，由道家开创的一套练气的方法，专门修炼人体的内丹。但是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气功就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气功了。那是什么？它就变成了这种各种大师的招牌名字。我会气功，我有特异功能。就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觉得是骗子的那种名词了。但就是起码在当时他们不觉得是骗子，但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它就是骗子。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包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政府高官，他们其实都相信这个气功是真的。那为什么会相信呢？这个事情啊，就要从钱学森教授开始说起了。我们之前提过，在1980年的时候，他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份申请文件，说他要创立一个组织，叫人体科学。那他为什么要创立这个组织呢？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身体里面还有很多奥秘没有被开发。对。但是下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其实就跟他的2段非常深刻的经历有关。很好奇什么经历呢？我先说第一段啊。在1937年的时候啊，他当时在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就是从事一些科研的工作。他当时专门选择加入了一个搞火箭的研究组织。然后他里面就有个同事啊，叫杰克·帕森斯。这个人的背景就特别有意思。他不光是一个传统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个黑魔法师。黑魔法师，真的是魔法师啊？就变魔术不是那种魔术师啊，他是专门研究那种黑魔法的。他也不算会吧，他就是研究一些古代的历史上的一些炼金术啊，或者一些禁忌的魔法。之所以叫魔法，是因为它是禁术，所以叫魔法。这里其实就要介绍一个背景了。当时不是在1937年的时候嘛，钱学森教授他加入的是一个火箭推进的那种组织，有火箭发射的。那火箭发射的最基础的就是燃料。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没有人能够攻克这个材料的问题，因为每一次火箭的燃料每次都爆炸。所以当时所有的同行，包括他们的同事，其他小组的人，都嘲笑他们说：“你们这个就是自杀小组。”因为他们就觉得不可能做得到。对，很难做到。那怎么可能把火箭往天上飞呢？怎么有这么大的燃料可以飞到天上呢？肯定不我们目前是做到了呀。目前看下来是做到了，就是因为钱学森教授研发的。就是因为这个杰克·帕森斯发现的。就最初是他发现的。对，后面我会讲他是怎么发现的。好的。然后他们这个实验小组研究了很久很久，就各种爆炸，所以他们就叫爆炸小组，然后自杀小组。但这个事情一直到1944年的时候，杰克·帕森斯就在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去用黑魔法给它实现呢？就你魔怔了，你知道吗？这真的是研究魔怔了。他根据黑魔法里面的一些调料，拿了很多沥青，然后一些神秘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组织混在一起，有一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结果真的成功。史上第一款火箭推进的发射燃料就是从他手上诞生。那这算运气吗？这个不算运气，他就说这个是我从一本古书黑魔法的古书里面看到。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神整天神神叨叨的，你知道吗？就后来每次他们火箭发射的时候他那个人就在旁边祈祷，就在念经。钱学森教授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不觉得他是个很奇怪的人。所以就是基于这个背景，他就觉得好像这种灵异事件，或者是说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像是有点用的。那肯定，我觉得也有用啊。是，然后人为什么有信仰？是我顺便给你介绍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比杰克·帕森斯更加神神叨叨，更加神神叨叨。或者是说，他结合的比他这个人更加的彻底。这个人就是牛顿。牛顿。牛顿这个人，他当时生活的环境就是在16几年，1669年左右的时间。那很早了。因为当时欧洲整个风气，之前我们也讲过，当时流行炼金术。所以他本身就是个炼金术士。学物理学或者研究物理学是他的兴趣，是他的辅修课。所以牛顿他本身就是一个神学加或者是说神秘学加科学的融合体。那也很厉害了。他才是这种融合界的这种鼻祖。好，我们说回来刚刚呢，我们说有2个经历。第一个经历呢，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他这个神秘的同事杰克·帕森斯。第二个呢，就是他研究了2弹一星之后，在1979年的时候，他听说民间在四川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他可以通过耳朵去识字。耳朵识字？对，耳朵识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在一张纸上面写很多字，
写完字呢，我把它揉成一团，然后在你耳朵旁边放，说，哎，真的，你听听看，里面是什么字？我写了好多字哦。然后他能听出来。然后他完全就全部都猜到了。哦，好厉害。哎，这个就属于特异功能的范畴了。所以呢，钱学森教授就觉得，哎，这种事情真的好像有点奇怪，但就勾起了他好奇心。当时这个事情其实在上海的《自然》杂志上也刊登过很多篇，连续好几天。类似的这种。就是同一个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神童啊。所以呢，钱学森教授这个事一直在想了2年，就是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对，这个事情对当时科学界来说真的是匪夷所思，而且这个事情啊，就算放到我们现在的科学界里面，我们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对啊。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训练得到的。这个还能后天训练啊？哎，这个我后面会讲，就是那种我们看起来像超能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特殊训练就可以获得的这种能力。所以从这个之后啊，钱学森教授就一直陷入一个思维的怪圈。他非常坚信这种无法用科学解释，但就真实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啊，一定是有某种未知的东西在偷偷起作用。为什么会这么想啊？因为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他也知道。量子力学很早以前，在1980年时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们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日常的那种物理公式啊，或者是科学的解释，去知道双缝干涉实验量子坍缩到底是什么。完全不能解释，但是它就是发生。对，我们只知道它的作用，但是不知道它的原理。所以他就坚信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我们人体里面还有各种没有被激发的潜能，或者是一些未知的力量，我们人体里面是有的。对，所以他就在1981年的时候，正式向中央提出了申请，他要创立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做人体科学。人体科学，就是这么来的。好，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钱学森教授创建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在1981年成立的，但是为什么到90年代气功才突然火起来？为什么？这个其实就要介绍到一个非常著名的骗子，叫张宝胜。张宝胜，张宝胜他听过是吧？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张宝胜出生在1960年的南京，但是呢，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他父母因为特别贫困就把他送到一个朋友家里面。那这个朋友是住在东北辽宁的，所以他就跟着这个继父一直生活在那里。然后就在当年差不多，因为在1960年嘛，到1981年的时候，钱学森教授因为建立了这个组织，他就闻到风声了。他说，他就找人引荐去把自己推荐给钱学森教授。他号称自己也会用耳朵听字，甚至还会什么隔空取物，然后也会透视，隔空取物，用空手扳断那种钢勺，就各种超能力我都有。后面在1995年之后就发现他这个骗子真的啊？他甚至在当时通过一系列的操作他其实获得了很多那种国家级的待遇，就国宝级待遇。就他平时的行程就是跑到各种高官的面前去表演自己的特殊功能，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在198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人看出了端倪。但最终被揭穿是在1995年的有一次表演的时候，他失误了，被人当场拆穿，像变魔术一样。是的，所以就是你看这个时间线，他从1981年，然后一直到1995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各种报纸上都在登。因为第一，他有钱学森教授的背书，钱学森教授很相信他的。然后呢，他还是国家级的那些实验小队的。所以整个国家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大家就说气功是真的。结果就冒出来各种各样的骗子，说我会气功，我有特异功能。包括香港他就也会拍很多港片，就是说这种特异功能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身边有人说，我知道哪个人会特异功能，这一定是个骗子。对呀，现在没有吧？现在没有人说过。其实有，而且这个骗子还挺有名的，叫王林。我身边的人没有说，身边没有人说嘛，但是就是有这种手段高明的骗子，他能骗到很多人，包括马云、成龙、李冰冰都被骗了。赵薇，好多明星还有好多企业家都被他骗了。就是因为他自己说，我自己有气功，他可以隔空取舌。就是在别人眼里是不可能，他还能把断掉的筷子给他续上，听起来像魔术，对不对？但是很多高官也不是傻子呀，还专门请魔术师当场来看他。
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端倪，证明这个人是真的。就在2015年的时候被抓了。被抓了？发现是他的。怎么拆穿的呢？他能做出来已经很厉害了。啊，是他能做出来，他能够骗到那么多高知识的人。对呀。还有或者是上层人士，甚至还是政府高官，他都骗到了。而且这么多年。对，而且这么多年，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被骗到呢？其实也是因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啊，叫认知偏误。因为那些上流人士或者是那些高官啊，他们见过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已经是这个社会上比较顶层的人了，能够骗过他们的人啊就很少。对啊。所以如果他们都没见过的东西啊，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就非常容易相信，而且一信就非常的虔诚，甚至会给你捐钱，或者说对吧，给你赞助一点什么的。所以啊，就在这里再次跟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如果以后有人但凡跟你说他有特异功能，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都是骗子。那所以就是没有气功啊？那没有气功，没有不存在的。你说真的有那种特异功能啊，其实有一些未解之谜，是有一些传说在无论是中国还是说在美国，我们之前也说过有姚氏嘛，而且姚氏那些人很多也都是对的。但是呢，在中国你说一些特异功能，因为已经说的太多了，而且很多都被辟谣了，所以目前为止在亚洲区域内，很少有那种例子。但是其实也有，后面我会单独看影片给大家讲解。好的。好，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开头说的那种真的拥有特异功能的人。但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后天训练能得来的。第一个就是在1982年 Nature 杂志上刊登过的，有3个僧侣啊，他们通过冥想的方式让自己的脚拇指提升8.3度，提升8.3度，然后把自己下面的葡萄烘干，这个是真的能做到。通过冥想，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大脑的控制，让自己某一个局部位置发热，提高了8.3度呢。实测下来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同一时期还遇到另外一个相反的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自律神经还有免疫系统降低自己的温度，可以降3度。能控制温度啊！36度、37度的人，他自己降到33度。那真厉害那他就是发烧了，也可以自动降温了。那应该控制不了了，他也会受伤的。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专门得来。他们那些除了高僧啊，那个人是专门还开了课的，可以教你怎么调节自己的自律神经。那真的会有人去学吗？有可多了，他那时候有人报班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火呀，我能够操控自己的温度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就但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用。很帅。好的。对了，就说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单开这一期影片讲气功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观众朋友们专门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留言，想说，能不能专门讲一期气功的？所以才会想单独出一期影片专门讲气功。然后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说这个事情的原因呢？其实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所有观看我们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们真的很重视每一个观众朋友们的感受，包括他们的想听的内容和需求。是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你的观看也对我们很重要。对，非常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订阅。拜拜。拜。